丧夫后，我外出游历3载，竟找到了死而复生的夫君。归家当天，大伯哥萧恒见到他，却立刻脸色大变，不顾男女大防，握住我的手腕。弟妹，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个赝品？什么赝品？夫君只是失忆了。大伯哥，我是夫君的妻子，对他浑身上下了如指掌，自己的夫君又岂会认错？反正他绝无可能是真的。后来，萧恒眼睁睁看着我与贾夫君恩爱缠绵，濒临发疯。一天夜里，他终于忍不住卸下伪装，双手抓着我的肩膀，语气急切：“我才是你夫君，你爱的人是我。我只是为了安抚沈氏才假死换脸假装大哥，你现在就去揭发那个假货。今后我保证肩托两房，腾出时间陪你。”那可怎么办呀？我与夫君日夜相伴，早已有了肌肤之亲。不然大伯哥就认下这个弟弟吧。我带夫君回府那天，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府内传开，萧老夫人领着众人前来认亲。锦儿，当真是我儿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夫君行了礼，处处彰显世家子弟的气度，完全看不出错处。儿子见过母亲，这3年让母亲受苦，是儿子不孝。多亏了清源不辞辛劳寻到了儿子，不然儿子至今无法与母亲团聚。母亲，夫君3年前受了重伤，失去了许多记忆，有些事情记得不太清楚。不过母亲放心，夫君身子骨康健，旧伤已无大碍。夫君冲我宠溺一笑，我挽着他的胳膊，俨然就是一对恩爱夫妻，蜜里调油。这时有人闻讯赶来，不是旁人，正是大伯哥萧恒。在看见夫君的瞬间，他清俊的面容近乎扭曲。夫君，这位是你大哥。大哥，二弟回来了。大伯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见到夫君回来不欢喜吗？萧恒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又转为灰。他盯着夫君的脸，试图找出一丝破绽。下一刻，他上手掐住了夫君的脸，用力一扯。大哥这是何意？清源说你是我最为敬重的兄长，可为何你见我死而复生，会是这般态度？不，这不可能！二弟明明在3年前就已经战死了。混账东西！你二弟好不容易活着回来，你却如此咒他，还不快将二弟请进家门！阁府上下都因夫君的归来欢喜不已。我挽着夫君的胳膊，夫妇2人齐齐踏入府门，脸上洋溢着喜色。我与萧恒擦肩而过时，故意撞在了他的胳膊上，萧恒却仿佛察觉到了什么，一直紧盯着我与夫君。当日将军府就将消息上报了朝廷，此外府上还设了洗尘宴给夫君接风。我全程红光满面，陪着夫君呼朋唤友，直到长嫂沈氏露脸时，我用帕子擦了擦并不存在的泪，低头附耳：“嫂子，如今我也算是熬出头了。3年前你笑话我成婚不到1年就成了寡妇，你还说都怪我命苦，这才克死了丈夫。眼下看来，嫂嫂的话都是屁话，我的福气还在后头呢。”沈氏特意描了妆，涂了厚厚的脂粉，但此刻也难掩憔悴。她用警惕又惊惧的眼神看着我。嫂嫂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怎么好像很是惶恐？你究竟在怕什么？弟妹说笑了，我去招待宾客。二夫人，大爷说有要事见您。我倒要看看大伯哥萧环找我作甚。萧环提前屏退了下人，不顾男女大防，忽然走上前，用力捏住我的手腕。弟妹，你究竟从何处寻来的那个赝品？我试图挣扎，奈何狗男人力气着实太大。见他快被逼疯，我发自内心的笑了。我不懂大伯哥是什么意思。我是夫君的妻子，对他自是最熟悉不过。他浑身上下哪里是我没见过的？我断是不会认错的。
我寻到夫君后，便与他整日腻在一块儿。我敢断定，他就是夫君。萧恒瞳孔睁大，他的手在颤抖，因为暴怒的缘故，鼻翼轻微煽动，眼看着就要吐出不知廉耻4个字。但关键时候，他还是理智回笼。他绝无可能是真的。弟妹，你趁早将他赶走，否则你定会后悔。夫君死里逃生，何府都该欢庆。我身为他的妻子，自是更当照顾好他。还请大伯哥休要胡言乱语。楚清渊，你放开我，也别唤我的闺名，我可是你的弟妹。弟妹二字像一记拳头捶在了图一的胸口。他身子踉跄，但还是没有松开我的手腕，直到身后有一道急切的声音传来：放开清渊！夫君几个箭步走上前，一把挥开萧环，他将我揽入怀，占有意味十足。大哥，你这是何意？清渊是我的妻子，是你的弟妹，你方才的举动僭越了。夫君揽着我离开。宴席结束时已然夜幕，夫君饮了酒，眼梢绯红，看着我的眼神暗了又暗。我懂，已经开荤的男子就像是猛兽出笼，经不住一丝风吹草动。清渊，有你真好，遇见你真是我三生有幸。夫君，今后你我好好过日子。萧恒终于忍不了了，他从拐角走了出来，檐下浮光掠影，映出他半明半暗的脸。萧恒从一开始的冲动暴怒，到此刻大概已经想明白了几分。他挡在了我与夫君面前，萧恒的目光落在了我腰上的那只大手上。你的确长了一张与二弟一模一样的脸，可我是他兄长，我同样不会认错的。你且说说看，你我少时有过哪些小秘密？好生奸诈！少时之事，唯有萧恒自己知晓。无论夫君是否答出来，他都可以否定。大哥，我失忆了，许多事都是清渊告诉我的。至于你我的小秘密，清渊不知，亦不曾对我说过，我又岂会知晓？是吗？你虽失了忆，可你从小习武，招数一绝。你敢不敢与我切磋一二？我脸上露出一丝惶恐，这一幕恰好让萧恒瞥见了。怎么？哼，不敢？还是说你心里有鬼？清渊别担心，为夫虽受过伤，但一身所学兴许还在。萧恒叫来了家丁以及几位副将，让他们作证。沈氏见我站在一旁，绞着帕子，似乎很紧张，便恢复了几分镇定自若。大抵是与萧恒通过气了，他站在我身旁低笑：弟妹，你紧张什么？二弟武艺高强，一直比他兄长能打，自然不会落了下风。萧恒周身戾气翻涌，眼神死死锁着夫君，招式起手便是萧家的独门杀招。还好夫君一个侧身堪堪避过，身法行云流水，招式进退有度，虽力道稍弱，路数却与真正的萧景分毫不差。好，夫君好生勇猛！但下一刻，萧恒的拳头便重重砸向夫君，拳拳到肉，怒意比方才更猛。数十回合过后，夫君抓住机会将萧恒打趴在地。重伤3年，身子亏损，身手大不如前，让大哥见笑了。大伯哥，夫君死里逃生，身子本就孱弱，你这般步步紧逼，未免太不近人情了。将军的实力不减反增，萧家拳已练得炉火纯青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何会用萧家的祖传拳法？夫君弯下身子，半蹲在萧环面前。大哥，我自然是你二弟。听清源提起过，我从小跟着祖父习武，很有武学天赋。你还因此与我闹过嫌隙，如今
你我兄弟二人都已长大成人，也都成婚了。日后该齐心协力振兴门楣，大哥不会还因为打不过我而耿耿于怀吧？擦擦汗吧。萧恒缓缓爬起身，用暴怒的眼神盯着我，恨不能扭断我的手。大伯哥，你还是比不过夫君，看在你是大哥的份上，我不与你计较。但你不可再胡言乱语了。今日在场中位皆可作证，我夫君就是萧二爷，如假包换呢？我与夫君手牵手离开，恨不能腻在一块儿。身后，萧恒与沈氏齐齐看过来，眼底都是3分惊惧，3分慌乱，还有挥之不去的猜忌。暮色四合，长香主院一片死寂。二人这2年可谓是夫妻和睦，琴瑟和鸣，几乎每晚都会沐浴，还有说不完的贴心话。但此刻，二人却陷入诡异的安静。沈氏手一抖，弄疼了萧恒身上的伤口。轻点儿，毛手毛脚的。沈氏什么时候被这样凶过？他强压委屈，内心更多的是惶恐。锦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楚清英带回的男子，非但打得过你，还会萧家武功，会不会是他回来了？没错，所谓的大伯哥萧恒，才是真正的萧锦。他眉头紧蹙，眉间褶子几乎要粘到一块儿。绝无可能，大哥从不是我的对手。可他的确会萧家武功。萧恒一想到我与那男子的亲密画面，只觉得一阵烦闷，只想暴怒。大哥被我亲手推向了敌军阵营，脑袋都被砍了，岂会死而复生？此事有诈，青鱼带回来的男子必定有鬼。清渊，你换他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如今你是我的丈夫。萧恒收敛神色，想到这2年2人的恩爱，他语气稍缓。现如今已是焦头烂额，他不能让沈氏再添乱。我为了你，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要了，改名换姓，又换了脸，你还有什么好猜疑的？眼下关键之事是揭发那个冒牌货，将军府无论如何，只能是你我2人的。我只是太在乎你了，嫉妒楚清渊嫁给了你，她才是你名义上的妻。日后你离她远些，反正她已与那个赝品做了夫妻，早已不干净。等到事情大白，就将她沉塘。他忽然灵光一闪，低头看了他自己胸口的伤痕，猛地扒开沈氏的手，随手披上外朝，就大步往外走。他要亲自去验一验赝品。萧恒往这边赶来时，夫君刚抱着我出狱，大抵是因为今日与萧环见上了，他醋意大发，更进一步激发了占有欲。我被他放在榻上，他单膝跪在我面前，握住我的脚踝，帮我按揉酸胀的小腿。一路奔波总算回府，让青云辛苦了。我2人正目光浅析地看着彼此，门外却传来动静。大爷，你不可入内，二爷与二夫人已经歇下了。滚开！我看谁敢挡着我！紧接着就是婢女被踢开的惨叫声。萧恒似乎胸有成竹，直接踹门而入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放开他！萧恒像失控的疯犬，几个箭步上前，夫君眼疾手快，拉下幔帐将我遮掩。楚清渊，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，这人并非是你夫君，你被骗了。夫君的手揪住了萧恒的衣襟，阻止他进一步上前。大哥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何府上下皆认出我，为何偏就你一口咬定我是个赝品？旁人或许会看错，可清渊与我是夫妻，我2人无数次坦诚相待，他如何会看错？他就连我身上的私密之处也一清二楚。我拢好衣襟，这才撩开幔帐，下了榻，躲在了夫君身后，只探出一张芙蓉脸。大伯哥，这大晚上的你不睡觉，却来骚扰我们夫妇2人，这是否有欠礼教？是啊，大哥，我与青玉要歇下了，我夫妻2人感情甚好，如今正当年轻，还望大哥体谅。我不准！你这个假货，滚出萧家！我这就揭穿你！一言至此，萧贤使出全力挥开夫君，下一刻，他竟撕扯下了夫君的中衣，随着布帛撕拉一声，夫君的胸膛完全袒露。萧恒眼底的光瞬间熄灭，他盯着夫君胸口的弯月疤痕看呆一瞬。怎么可能？这一定不是真的！说着，他就要上手触碰，指尖碰到疤痕时，狠狠抓了一把，疤痕纹丝未动。大哥，你这又是闹哪般？听清渊说，这道伤疤是我年少时跌落山崖，被数招划伤所致。二弟那年的变故惊动不少人之情，你一定是故意弄了一个同样的伤口。大伯哥，你好生古怪，你又凭什么咬定夫君是假的？是啊，大哥如此笃定我是假的，
莫不是知晓真正的萧家老二身在何处？萧环被问住了，他不敢对峙，至少这一刻，他心虚了。他甚至不敢敞开衣襟，将他自己胸膛上那道一模一样的伤疤露出来。萧环又一次落荒而逃，但夫君耳力惊人，故意在我耳畔哈气。他就在院外。青云，你想不想玩点更刺激的？夫君一个眼神，我就明白何意。于是幔帐垂落，一世旖旎缱绻，春意迟迟不散。次日我醒时已天光大亮。二夫人，大爷昨晚在院外蹲守了半宿，还薅秃了几盆青松盆栽。我淡笑而过，好戏才刚开始呢。夫君今日入宫面圣，3年前战死，本就立了大功，如今回来自然要论功行长。不知等萧恒意识到他的功劳要落到别人头上，且还是一个顶替他身份的人时，他会作何感想？哼！我领着二房下人，浩浩荡荡去了一趟大房。沈氏似是一宿没睡好，面容憔悴。她总喜欢穿一身素白，从前我刚嫁进门那会儿，沈氏便是这副柔弱小白花的打扮。男子最好这一口，我就不同了，一身华贵绫罗，头戴珠钗步摇，气色充盈饱满。嫂嫂，你脸色不太好看，是没睡好吗？沈氏揪紧帕子，她大概昨夜一直在等萧环，可那厮听了一宿的墙角未归。沈氏看向我的目光颇有敌意。也对，男人是他从我手里抢走的，本就不属于他，一点风吹草都会令他疑神疑鬼，因为他本就心虚。弟妹，你带这么多人来我院里，是为何事？嫂嫂，我外出寻夫3载，此前宫里的赏赐，还有二房这3年积攒下来的月银，都落到了你手里。嫂嫂过目，这是从账房那里拿来的账册。如今我与夫君已经归来，还望嫂嫂归还二房之物。沈氏本就脸色不好，此刻已然面色灰白，一夜苍老了好几岁。我忽然想起3年前刚成亲的第2日，是沈氏将我醉酒的夫君搀扶回房，当时我怎么就没察觉到他二人早已有了首尾？那日沈氏故意刺激我。弟妹，我把二弟给你送回来了，不过人虽是你的，心未必在你身上。二弟一直喜欢清雅脱俗的女子。此刻对上沈氏颇为寡淡的脸，我笑了笑。嫂嫂，拿了旁人的东西就该归还，你说是吧？弟妹，二房如今还没子嗣，可我已有1双儿女，吃穿用度皆要花银子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大可不必这般斤斤计较。嫂嫂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长房有子嗣，二房很快也会有孩子，日后养孩子同样需要花费银两。嫂嫂好歹出自清流文臣之家，总不能喜欢霸占旁人的东西吧？好，我归还，但有一部分已经花完了，便是你逼我也拿不出来。看来这是要耍赖啊，我可不怕。来人，按着账本上的记录，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拿走。我的人开始行动，沈氏眼睁睁看着他院中的财物被搬走。这时一双龙凤胎跑了出来，朝着我扔泥巴。坏女人，不许欺负我娘，打死你这个坏女人！沈氏先发制人，护住了双生子。弟妹，小孩子不懂事，你莫要在意。他话虽如此，却任由一双龙凤子踢我。我俯视着一对小崽子，不怒反笑。咦，这两孩子怎么更像我夫君？听说过随母随父随舅舅，还没见过像极了二叔的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我夫君的亲生骨血呢。沈氏脸色大变，下一刻他立即将两孩子藏到了身后。来人，把少爷小姐带下去。嫂嫂，孩子迟早要长大，有些事情也迟早会露馅。大的能换脸，2个小的总不能也去换脸吧？二夫人，长房统共只归还了不到1半的财物，大夫人竟还霸占了夫人的嫁妆。我并未当场发作，而是带人先行回了自己的院子。下午，晋升为兵马司副统领的夫君便陪着我回了一趟娘家。我父亲乃当朝御史，兄长是太子少傅。我稍稍一哭，父兄当即明白该如何做。简直岂有此理！萧家长房是欺我楚家没人了吗？
幸好我儿找回了女婿，不然迟早被吃干抹净。是小婿无能，没能护好清源，但岳丈和大舅哥放心，日后绝不可能再发生诸如此类的事。当日，父亲弹劾沈家的折子就送到了御前。次日的早朝上，父亲更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。陛下，你可一定要给老臣做主啊！沈大人教女无方，仗着长嫂身份对小女欺压无度，抢占她的月令，还想争夺她的嫁妆。楚家都是老实人，如何能斗得过？皇帝头疼，无暇操心臣子宅中事，只能骂了沈大人几句。沈家自诩清廉，沈大人一辈子就为了面子而活。下了朝就气势汹汹找上门，当场掌掴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沈氏的脸被打偏。父亲，您当真要为了一个外人对女儿动手？沈大人又给了他一巴掌。逆女，今日早朝，老夫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无论你用什么法子，限你3日之内将二房东西尽数归还。沈氏又想对萧环哭诉，可萧环只要一想到不知哪来的野男人领了本属于他的功劳，占了本属于他的发妻，顶着他的脸，用他的身份活在世上，他就觉得前程灰茫茫一片。他想不通，为何此前想出来的换脸妙计，会在短短3年之间就让他懊悔不已。从前只要我看见沈氏能拥着他，便心生欢喜，一心只想与他长相厮守，甚至不惜弑杀兄长。但眼下沈氏那张脸一如从前，却不知为何无端令人心生厌烦。他们凭什么拿走一切？功劳和赏赐明明是你挣来的。他不说还好，这一提，萧环的心在滴血。沈氏脸色一沉，抓住了萧环的手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我要让二房彻底消失。萧恒犹豫了，怎么？你舍不得楚清鸾那个女人？当初可是你说你最厌恶小她那种明艳轻浮的女子，她进门那晚也是你安排的暗卫。如今她身边躺着的不知是哪来的男人，你与他回不去了。萧恒愣住半晌没动静，他看着眼前狰狞的一张脸，脑子里浮现出楚清渊娇颜的芙蓉面，他都快怀疑自己之前中蛊了。你闭嘴！沈氏被挥开，两个孩子愈发像你从前那张脸，时日一长，总会有人起疑。锦郎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我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沈氏一心想弄死我时，我在逼着他归还财物，他不得已低价变卖私产，东拼西凑，才凑齐了银子。听闻为了雇佣杀手，就连压箱底的首饰都变卖了。我给了他刺杀我的机会，并故意找了一个玉太妃出宫礼佛的好日子，所以当杀手冲出来时，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刺杀是奔着玉太妃而来的。混乱中，我全力护着玉太妃。夫君的人埋伏在暗处，将刺客一网打尽。我非但毫发无损，还成了玉太妃娘娘的救命恩人，赏赐如流水一般抬进府。沈氏傻眼了，我笑得明媚，凑到她耳畔，多谢嫂嫂给我制造这么好的机会。我如今是玉太妃的恩人，又多了一个靠山。沈氏郁结，当晚就病倒了。她越是哀怨，萧恒就越烦躁。盛暑苦热，夫君趁着夜色抱着我去了后院的荷花塘。萧恒找来时，我二人正在洗鸳鸯浴。我与夫君耳鬓厮磨，萧恒就趴在草丛喂蚊子。他那么喜欢偷窥，咱们就成全他，动静闹大些。萧恒不知是用怎样的心情面对这一切，他连滚带爬的逃了。这一日，夫君去了军营，萧恒终于彻底疯了。他卸下伪装，竟直接到我面前坦白：那个野男人是假的，我才是你的夫君。大伯哥，你疯了？是啊，我是疯了。可是清渊，我从未想过彻底抛弃你。我本想安抚好了沈氏，就身挑两房，可你3年前偏就外出游历去了，我想疼惜你都没机会。我知晓你爱我至深，可我才是真正的萧二爷，你所爱之人是我啊！清渊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才是你的夫君。你听话些，揭发那个假货，今后我会腾出时间陪你。我不禁大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你为何发笑？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要一个只能藏在一张脸皮之下的人？我如今的夫君处处强过你，他每晚都能陪我，我为何要你那少得可怜的陪伴？何况你当真脏透了，
尤其是你那颗心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早就知道了。你能假死换脸，只为与你嫂嫂暗度陈仓。我为何就不能找人换脸成你的模样？萧恒像受到了重大的创伤，身子踉跄。你竟然一直知情，那野男人也是你找回来的？难怪你会忽然外出游历，你特意带着他去换脸了。没错，换脸绝非一日之功，想让一个人完全像另一个人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我需要足够的时间。下一刻，我又给了萧恒一击重创。我进门那日，你让一个暗卫与我圆房，事后你又杀人灭口，还毁了那暗卫的礼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我暗中救下了他。难怪他会削家武功，他还对我的事了如指掌。我要揭发你们，这是欺君，你也不守妇道。沈氏说的没错，你该沉塘。哦，是吗？你觉得谁会信你？便是你喊破了喉咙，旁人也只会觉得你疯了。要论欺君，你自己首当其冲。看着萧恒很想弄死我，却又无从下手，只能憋屈认栽的衰样。我满意的笑了，他满脸暴怒与恐慌，转身就跑。夫君从暗处走了出来，他从身后圈住我，下巴抵在我的肩头。清渊，是不是该收网了？我不想让他继续在你面前晃悠。我摸了摸夫君的脸，对他服从的模样颇为受用。快了，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一旦看见希望，最容易上当。我知道萧恒一定会想方设法冒进，所以我让夫君与父兄暗地里多次给他使绊子，又在他濒临崩溃时，让线人引荐他见大皇子萧景环。帝王体魄康健，如今尚未立太子，大皇子已而立之年，弟弟们又接连冒头，他要坐不住了。大皇子在狩猎宴上谋逆篡位时，萧恒迫不及待地想争从龙之功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就在萧恒以为即将得到泼天权势时，夫君带人围剿叛贼，亲手大义灭亲，一剑划破萧恒左脸，捅穿肩胛骨。陛下，臣救驾来迟，臣知兄长虽受奸人蛊惑，但死罪难逃，臣恳请陛下严惩。萧恒意识到大势已去，他更疯了。我不是萧恒，我是萧瑾，我才是萧二爷。皇上该处死的人是他。陛下恕罪，臣的兄长已经疯了。从他换脸那日起，他就不再是萧恒。最终大房被牵连，沈氏与一双儿女流放北地。二房救驾有功，非但无恙，夫君还连升2级。沈氏不服，全身被扒得只剩下中衣时，还在对我破口大骂：楚清渊，你一个绣花枕头，凭什么赢得了我？萧家兄弟俩所爱之人一直都是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怎么，让兄弟二人为你反目成仇，你还光荣了？沈氏还想骂我，我却看了一眼他身侧空荡荡的地方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的眼睛能看见鬼。大伯哥的魂魄一直在看着你呢，也是他一步步教我自保。就连萧瑾换脸的法子，也是他教我去寻了苗医。他死得好惨呢，他痛恨极了你们这对狗男女。他就站在这里，你看不见吗？沈氏瞳孔睁大，什么清冷美人，早已成了一个怨妇。他呆住了，不敢侧过脸去看一眼身侧，恶臭液体从裙摆流了下来。不是我，别找我！要不是你怀疑我与锦郎，我们也不会起杀心。你别过来啊！母子三人刚走出京都，就暴毙在了城外。萧恒砍头前夕，我去了一趟死牢，他的一双眸子死死瞪着我，只能发出呜咽声。你以为你对大伯哥熟悉，就能毫无破绽地模仿他？可你别忘了，你我做过夫妻，我也能找人毫无破绽地模仿你。萧恒
不对，该叫你萧瑾。这世间的事，皆是因果循环。你换脸害人，也死于换脸，都是报应。大房的事结束后，我请了高僧给大伯哥超度。我与夫君的感情一直很好，不久后便生下一对双生子。清渊，我已经服下了避子药，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孩子了。我舍不得你再经历一次生育之苦。好，我们再也不生了。在我的辅佐之下，夫君一路高升，几年后便成了御前重臣。新帝登基那年，他40岁，已是两朝权臣，容貌一如当年的俊朗，一时间竟成了全京都女子最想嫁的郎君之一。这一年，夫君在外面养了一个16岁的雀儿，比我们的儿媳妇还年轻几岁。他以为瞒得密不透风，但却忽略了我的耳目遍布京城。夫人看上去不过30出头，难怪老爷这般稀罕您。是吗？可能吧。2个儿子都已入仕，可萧家父子3人哪能都在高位呢？他这当爹的也该做出牺牲了。而我与他相处了20载，也是腻了。半年后，北境起了战事，我对夫君一通猛夸。夫君，如今你也才40岁，正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时候，可一定要趁此机会成为一代名将。夫君这些年尝到了权力的滋味，对我的吹捧很是受用，当真主动请缨，果然上钩了。我不仅唆使他去北境，还暗中安排了自己人潜伏在他身边，等我军大胜后，就让他永远留在边关，令人带着他的头颅回来，没了脑袋才能死透。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。夫君怎会认为我当真对他动了真情？又过1年，我军大胜，夫君没能活着回来，新帝重赏萧家，战功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我被册封超一品诰命，享10亿千户，可被他养在巷子里的小雀儿却寻上了门。夫人，门外有个年轻女子闹着要见您。哦，让她进来吧。将军说我是他的心头肉，他说过一定会安置好我，你们萧家不能不管我。我不喜欢将事情闹大，所以单独见了她。的确是个美人，哭起来更是我见犹怜。她还想拿肚子说事，我笑了。你是说你怀了我夫君的骨肉，可他早些年便已经服下了绝嗣药，你这孩子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你这毒妇！将军前几日还寄了书信归来，说他已经大获全胜。将军的死到底是不是你搞的鬼？难怪将军说你深不可测。哦，那他还说了些什么？将军说你已经老了，让他没了兴致。他还说有你在一日，他就不能堂堂正正做他自己。我才是他最爱的人，将军的功劳我也该分一杯羹。看来这美人是真被萧剑惯坏了，如此不知轻重，一股脑全露了出来。大抵是年纪大了，又或许得到的太多了。我对美人的谩骂毫无反应，我心中冷笑，夫君当然不能堂堂正正做他自己，因为他本就是一个赝品，是我用来复仇、站稳脚跟、生孩子、徐玉的玩意儿罢了。我本打算给你足够银钱，让你安度一生，可眼下看来，你对将军是真爱。既然是真爱，那就去殉情吧，免得将军到了地底下寂寞孤单。你敢？我这人素来果决，一旦下定决心，便就执行。美人从进门到彻底闭眼，也才过去片刻钟。看吧，人就是不能过于贪心，总是想霸占属于旁人的东西，会遭天谴的。我的2个孩子颇为孝顺，因他们父亲的缘故，他2人深得心地器重。我开始沉迷看戏，物色了不少年轻俊美的戏子，还让人传播消息出去。大意便是我找的戏子大半都有几分亡夫的影子，人人都说我对亡夫情根深重。身边的男仆一个比一个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萧大将军，无人知晓。从我10几岁进门那日起，名义上的夫君萧瑾，在我心里就已经是个死人了。人生这一场戏，我演得还算尽兴。那美人的尸身处置妥当了？已妥善处置，死得无声无息。此事不得外传。心腹垂首应诺，退下时连脚步声都放得极轻。我独坐主位，窗外日光渐斜，照得满室鎏金浩命服饰愈发刺眼。我端起冷茶抿了一口，茶香清苦，正合我意。我这一生从不信情，不信义，不信真心，只信手中权，掌中刀，眼底事。回夫人，朝中几位老臣今日在御史台外议论，说萧家无主，夫人女子长家不合规矩。他们是觉得我楚清轩好欺负，还是觉得我父兄年迈护不住我了？去备车，我要入宫见玉太妃。
婢女一声退下，我起身换上正式诰命服饰，珠翠环绕，绫罗华贵，镜中人容颜依旧明艳，只是眼底再无半分少女柔情，只剩冰冷算计。我这一生从嫁入萧家那日起，便再无回头路。马车驶入皇宫，玉太妃早已在偏殿等候。楚夫人，你可算来了。玉太妃娘娘安康。当年若不是你舍身相护，我早已命丧刺客刀下。今日有人敢委屈你，尽管与本宫说，不过是些闲言碎语。臣妇本不想惊扰娘娘，可萧家刚遭变故，军中旧部人心浮动，若任由非议扩散，恐会影响朝局安稳。好大的胆子！萧家满门忠烈，二郎为国捐躯，你救驾有功，封诰命享10亿，谁敢多言？臣妇一介女流，只想守着萧家安稳度日，可总有人见不得我好。谁敢再非议楚夫人，便是与本宫作对。玉太妃当即传旨，命内侍省去御史台敲打一番。我心中冷笑，权势果然好用，只需借一层虎皮，便能压下无数魑魅魍魉。从宫中返回萧家，天色已黑。回夫人，御史台那几位老臣已被内侍守警告，此刻皆闭门不出，不敢再妄议。做得好，去把萧家这些年的军籍名册与私产账册取来，我要亲自过目。心腹连夜将账册送至书房，厚厚一叠，堆得如小山一般。我坐在灯下逐页翻看，贾萧锦掌权20年，暗中培养了不少私兵与幕僚，甚至在一本密册中发现，贾萧锦竟与北境残部有书信往来。信中约定，待他掌控兵权，便里应外合，瓜分北疆。好一个狼子野心！亏我还留他20年，真是养虎为患。次日一早，我命人将密册封存，亲自送往宫中呈给新帝。好个萧二郎，朕待他不薄，他竟敢通敌叛国！臣妇治家不严，竟不知夫君有此谋逆之心，请陛下降罪。夫人何罪之有？你忠君爱国，救驾有功，那萧二郎狼心狗肺与你无关。朕即刻下旨，清洗军中与他有关联之人，所有兵权暂由夫人代为掌控，等候朝廷另行指派。臣妇谢陛下信任，定不辱使命。走出皇宫，阳光洒在身上，我却只觉得寒意彻骨。这世间最可靠的，从不是君王恩宠，而是自己牢牢握在手中的权势。返回萧家，我即刻召集萧家所有家将与幕僚，众人齐聚正厅，神色各异。从今日起，萧家所有事务皆由我一人做主，有不服者，现在便可站出来。陛下有旨，清查萧二郎通敌旧部，凡与他有牵连者，主动自首，可从轻发落；若是隐瞒不报，一经查出，满门抄斩。不必急着表态，给你们3日时间，想清楚再做决定。夫人，当真要赶尽杀绝吗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这些人留着都是祸患。3日期限一到，主动自首者有7人，皆是贾萧锦的贴身亲信。我没有丝毫留情，全部交由朝廷处置。余下之人皆被我暗中处决。一夜之间，萧家内部再无杂音。处理完内患，我开始整顿萧家产业。萧家的商铺、田庄、当铺、银楼一一重新登记，更换掌柜，安插心腹，所有收益尽数归入我司库，不再经过任何人之手。返回主府，父兄已在厅中等候。堂儿，你如今权势太盛，恐遭帝王忌惮。父亲放心，女儿自有分寸。我手握兵权却不谋逆，掌控家产却不僭越，陛下只会倚重我，不会猜忌我。你这性子与年轻时一般无二，杀伐果断，不留余地。事到如此，心不狠，站不稳。当晚，我将贾萧锦的所有罪证封入一只铁盒，藏在主院密室之中。这是我留给萧家后人的震慑，谁敢有异心，我便让他身败名裂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终于得闲，坐在院中看戏。戏台上唱的是才子佳人，我却只觉得可笑。这世间最假的便是情情爱爱，最真的永远是权柄在握。夫人，我让人今日新排了一出戏，可否要演？不必，就唱那出无常。班主应声，戏声响起，唱的是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靠在软榻上闭目养神，心中一片清明。萧家的旧部已清，私产已固，罪证已藏，朝中非议已压，帝王恩宠已握，军中权柄已掌。这半成棋局，我走得滴水不漏，稳操胜券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要做的便是将萧楚两族的命脉尽数攥在掌心。我抬手唤来心腹，请夫人吩咐，将萧家在京畿周边的田庄契书全部取出，明日起逐一核查，但凡有中饱私囊的管事，一律杖责后发卖为奴。是。次日天明，我便着手核查田庄产业。
京畿27处田庄、3处商铺、2处当铺，皆在3日之内核查完毕。有5名管事贪墨银钱，我按规矩处置，无一姑息。萧家上下自此再无人敢有二心。朝中得知我整顿萧家产业的手段，皆暗自心惊。原先那些蠢蠢欲动的世家也纷纷收敛了心思，不敢再轻易招惹我这超一品诰命夫人。御史台已无任何非议，太子少丰府也已打好招呼，楚家子弟皆安分守己，不涉党争，不揽实权，全凭我在朝中支撑。楚家只需守住青玉即可，权势由我一人执掌便够。书信送出，我便前往军中接管暂代的兵权。军营之中，将士们见我一介女流，起初尚有轻视之心。可当我当众点将，熟练军务，精准指出军中弊端，又拿出陛下圣旨，众人皆俯首听命，再无半分不敬。我在军中待了3日，整顿军纪，更换副将，剔除所有与贾萧瑾有牵连的将士，安插自己的心腹，将这支萧家旧部彻底变成只忠于我一人的军队。离开军营时，副将亲自相送。心服口服。守住北疆，护住京都，便是守住你们的前程。末将遵命。遵命。返回府中，我将军中事务整理成册，呈送宫中。新帝看后大加赞赏，下旨嘉奖，赐我黄金100两，锦缎铅笔，又将京郊一处皇家别庄赐予我居住。我谢恩领赏，将赏赐尽数分发给军中将士，收拢人心。至此，萧家内患尽除，军中权柄在握，朝中无人敢欺，世家不敢招惹，父兄安稳，楚家无虞。我坐在主院的梨花木椅上，看着满院繁华，终于露出了一丝浅淡的笑容。贾萧瑾的旧部尽数清除，军中势力彻底归拢于我手，朝中再无半分敢明着非议我的声音。萧家2位公子今日在偏厅议事，言语间颇有分斩兵权的意思。幼子不宜涉险，他们如今根基尚浅，只适合做些清闲文职，碰不得兵权。心腹垂首应下，不敢多言半句。我起身走到窗边，望着天边流云。这2个儿子是我与那贾萧瑾所生，我从未对他们有过半亩母子温情。看着他们酷似那赝品的脸，我实在生不出半分母亲的慈爱。当年生下他们，不过是为了稳固身份，堵住悠悠众口。如今他们羽翼未丰，实在是太过天真。次日家宴，2位儿子齐齐向我请命，儿愿入军营历练，继承萧家兵权。萧家兵权是陛下暂托我管，并非私产。你们若想建功，可凭科举入仕，凭政绩升迁。2人脸色一白，还想再劝。我将酒杯重重顿在桌上，声响清脆，却带着不容置回的威严。我说了，不准。2人吓得不敢再言。整场家宴死气沉沉，再无人敢提兵权2字。我知晓他们心中不服，便暗中派人紧盯2人行踪，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数掌控在眼底。他们终究是年轻，沉不住气，私下联络萧家旁支，想借宗族之力逼我放权。我得知消息后，只淡淡吩咐心腹，将萧家旁支所有在府中任职的人尽数逐出萧家，永不复用。不过1日，萧家旁支便被清理干净，2位儿子彻底没了外援，再也不敢有半分异心。然而父亲传来消息，当年协助萧瑾换脸、伪造战报3个旧仆，依旧藏在京中。我眸色一沉，这些人我竟遗漏了。我立刻起身，唤来心腹，命人全力搜捕那3名旧仆。不过半日，3人便被押至我面前。他们跪在地上，瑟瑟发抖，连连求饶，将当年萧瑾指使他们的罪行尽数招认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淡淡下令，全部处决，尸首秘密处理，不得留下任何痕迹。心腹领命，将3人拖了下去。至此，所有参与当年阴谋的人死得干干净净，再无一个活口。京中玉太妃感念我的恩情，时常派人送些珍稀补品与绸缎首饰，还时常邀我入宫小坐。我借着玉太妃的关系，与后宫诸位嫔妃建立联系，将后宫势力牢牢握在手中。朝中官员见状，更是争相巴结，送礼者络绎不绝，我皆酌情收纳，既不得罪，也不亲近，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。我开始重新整领萧家所有产业，将商铺、田庄、银楼分成数份，分别交由10个信得过的中仆打理。每份账目每月必须亲自呈送给我，分毫差错不许出现。不出半年，便听到有好消息传来。按您的要求整改后，半年内产业收益翻了数倍，司库金银堆积如山，我却从未肆意挥霍，只将大半钱财用于补充军饷，安抚军中遗孤。父兄年事已高，身体日渐衰弱，楚家子弟多是文臣无掌兵之人，
家族权势日渐式微。父亲临终前拉着我的手，字字恳切：“楚家日后便托付给你了。”我点头应下，眼中无泪，只有坚定。父亲放心，有我在，楚家永不会倒。父亲安心离世，兄长也辞官归隐，楚家所有势力尽数归入我手中，我成了楚萧两族唯一的掌权人，一言可决两族生死，一行可动京都风云。红尘落幕，棋局终了，我终究活成了自己最想成为的模样。